公子，你们为何流落此地？公子给我等送来粮食，可左邻右舍都已断粮，我等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公子可以救助我们一个村舍，可救助不了周围的数十个村寨。我们也不愿意抛弃祖业，可为了活命，只能前往秦国。都回去，非就是变卖家产，也要把你们留在韩国。韩人都入了秦，韩国岂能独存？记住，纵有天大的难处，也不能舍弃故土。你送他们返回新郑，所需粮食农具，从府中支用。诺。谢公子。乡亲们，都跟我回去吧！就，都回去吧，乡亲们！秦王不非一兵一卒，而是天下之民争相入侵，可怕呀！为何阻止流民入侵？大人误会了，我们只是经过而已。大人，就是他们阻拦韩人入秦。你等触犯秦法，拿下！是，公子，快跑！公子，没路了！与其一死，不如一战。愿誓死追随公子。韩人听着，自负来降，免尔等一死。大丈夫为国捐躯，死则死矣，非誓死不降。封建！住手！公子，请。请。当年你我一同离开学宫，你归韩，我入秦。你用车马一直把我送到秦韩边界，一别竟10余载了。朕乃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啊！昔年稷下学子，今日大秦廷尉，六国之存亡，尽在你弹指一挥间。公子言过了，思岂有如此能耐？天下谁人不知，
李斯乃秦王心腹，天下又有谁人不知秦王出函谷，灭六国之心志？但天下人更知道，纷乱苦，归一安。秦国一统天下，乃大势使然。秦王不过是应天命、顺天意而已。既然大势如是，秦王何必多此一举，让韩非入秦？秦王爱才，读公子之雄文，如饮甘露，对公子仰慕已久。公子天纵之才，何不辅佐旷世明主，做一番福泽万民的不世功业呢？秦王有气吞天下之志，非却无万世留名之心。非所学，不过是为了让韩国能在万争之世安国立民。公子此次入秦，待见过秦王，或许会发现，秦王就是公子心目中所尊崇的王者。死尚有一言相劝：龙之逆鳞，触之必死。非入秦，不惧一死。若公子不幸罹难，志向如何得报啊？这些给六国使人的检测，是公子所写吧？那就让他们代公子赴汤蹈火吧。春耕所需物资已齐备了吗？匠人们日夜赶工，农具春耕前便可送到渭北诸县，送到新国人手中。好。大王，上卿瑶谷大人求见。召。诺。大王，臣听闻韩非已入韩国，是寡人请他来的。大王，韩非乃关东诸国抗秦主事之人，臣请大王杀之。大王，臣虽敬佩韩非之才，然其迫于情势入秦，必怀不轨呀。上卿，韩非入秦，天下皆知，断然杀之，恐陷大王于不义。大王，臣以为可将其软禁，令他不可与六国士人勾连。寡人知道了。
公子见到大王，千万不可妄议政事。韩非拜见秦王。世上之人，知寡人者寥寥，公子又知寡人多少？大王杀嫪毐，处相邦，治逐客，恢复宗室，巩固王权，不为私欲，而为一匡天下。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。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。寡人一直遵循此理。先生如何看待这天下大事？天下割据战乱久矣，必归于一。请公子详说。治世不一道，变国不伐国，是义则是义，是义则备变，此天下大道。周备之，执天下以来，行尧舜之道，循分封之制，上复古法先王，以致今日天下乱之极。极则必反，故非言天下归一之日不远。公子以为，若想天下宁一，万事永固，该以何法治国呢？道不同于万物，君不同于群臣，唯有推行君王之法，天下方可大治。人生而好利恶害，是故赏罚可用。以法为本，编著于图籍，设立于公府，布置于百姓。行贡不必大臣，赏善不以匹夫，此商君之法也。然商君之法出自于臣下，而非君王之法。何谓君王之法？君王之法，在事与术。飞龙成云，腾蛇游雾，云罢雾际，龙蛇之属，就与隐以同也。故君王不能失其事。尧为匹夫，不能治三人；桀为天子，能乱天下，权重位尊矣。君王把握权柄，方能得其事。权柄者，刑罚与德行也。操术以御下，所谓术，即是根据臣下的能力，给予相应的官职，要让他们名实相符。君王则握有生杀大权，借此考察臣下的德行，有功者赏，有过者罚。大国的祸害在于大臣的权势太重，小国的祸害在于近臣太受宠信。此乃六国的通病。做君王的要像劈削树木一样治理国政，不要使枝叶过于茂盛。树木的枝叶茂盛，君王将受蒙蔽。君王所谓的勤政，并非像臣子那样沐风治雨、事必躬亲，乃是善用自己的威势，弱电弱人。秦王还有何事追问与非？公子，廷尉大人来了。请。师兄，公子，师兄，这是何意？此乃
大王所赐。大王担心公子来得仓促，缺少日用之物，特命国府以君侯规制为公子定制。谢秦王恩赐，可惜都是秦人的衣冠。齐国本为华夏一族，公子何必拘泥于衣冠之别呢？顺风波以从流兮，焉洋洋而为客。秦王所赐衣冠虽则华美，非恐难领受。公子留在秦国，可为韩国宗室存一支血脉。社稷不存，血脉何用？王翦罢兵了吗？大军已离开韩境，退入函谷关内。大王还有赏赐，拿进来。此物需公子到大门外观看。公子，廷尉大人，大王担心公子在咸阳出行不便，特赏赐4马摇车，供公子出行之用。秦王盛情，非受之有愧。公子可将所思天下之事篆书于简帛之中，大王可目以观啊。非从命。大王明日还想请公子一物。诺。大王，顿若密报，我大军退回函谷后，楚赵韩魏谋划4国合一，合纵攻秦，主谋乃赵国。三晋国势衰退，现在还敢拉上楚国寻衅于秦？大王，臣愿出使4国，以绝其谋。寡人给你车驾百乘，所需财货尽从国府支取。寡人与你着寡人衣冠，持寡人之利剑，交游诸侯。谢大王。遥孤使诏，欲破4国合纵。春平君当设法拖住遥孤。大人，有人阻拦车驾，是韩国的公子非。上卿，公子有何指教？上卿出使赵国，意欲何为？拜见赵王，陈述4国为之弊病。上卿直接拜见赵王。
恐怕不能达成使命。为何呀？赵王又弱，国事多为春平君主持，唯有说服春平君，上卿才能达成秦王之命。多谢公子之言。大人，公子近日有何动静？公子非谢绝一切拜访，在驿馆内专事读书著书，除为上卿姚古大人送行，再无外出。他惹谁不好，偏偏去惹姚古。那他手下的人都在做什么？陪公子读书闲谈，并无异样举动。继续盯着。诺。这是公子非从咸阳的传说。秦王动作够快的，四国合纵尚未达成，他姚古就要先来邯郸了。依公子所著，要将姚古牢牢地拖住。姚古岂能俯首听话呀？由不得他。昔日他入我府中，将其软禁。上卿大人，公子，数年未曾谋面啊！上卿穿着异于常人，颇显尊贵。春平君，我王不能亲使诸侯，特赐古着王之衣冠，配王之利剑，以示亲至，彰显我大秦与列国交好之诚意。不知秦王遣上卿大人入赵，所为何事啊？四国合一，欲合纵攻秦。武王命古面见赵王，臣以利弊。春天君，古请拜见赵王。请上卿大人先到在下府里徘徊，待我禀告大王，再议正事。有劳春平君了。请。姚古早已笃定，韩非所言必有诡诈，直见赵王才是取胜之道。看一看啊！停车！拦住车驾！大王，即便上卿游说成功，四国合纵瓦解，我大秦还应严惩三晋。三晋换秦久矣，所以抗秦之说蛊惑齐楚燕，与我大秦为敌，当发兵伐之。上将军以为如何？目下三晋粮讨不支，兵源疲惫，正是我大秦用兵之时。末将以为，当择一弱国灭之，予以震慑，令那其他诸国不敢再言，合纵抗秦。韩国最弱，当首灭韩国。灭韩之一大谬！灭韩之一大谬！灭韩之一大谬！宣
公子妃入殿。大王，公子，大王与我等正在商议国事。大王，非闻不知而言为不智，知而不言为不忠。诸位言说灭韩，非有几件与臣说一二，请大王裁断。公子，你乃韩人，不该干涉我大秦国政。大秦国政非本无信国文，然事关韩国存亡，秦国兴衰，非不可不说。大王，秦地数千里，秦兵上百万，秦之号令赏罚，地形厉害，天下莫如意。诸位以为以此与天下，天下可兼而有矣，是也不是？正是。非素闻秦人刚直勇武，大秦锐士无敌于天下。然秦军数败于李牧，秦国100万雄师，却对赵国区区8万边军无计可施。将军前次败于肥地，惶惶退兵，今日便见言秦王，则其弱者灭之。秦国这般欺软怕硬，何以取天下？公子，依公子之意，寡人该如何取天下呀？非以为秦取天下当分2步：一，削弱强国；二，伺机灭之。齐楚赵3国各有所强，削弱哪一国？齐国强在财货富足，楚国强在人心地广，赵国则强在战力和民心。此3国之强，以赵国最为棘手，战力自不必说，举国齐心抗秦。赵人抗秦之心之志，亦在影响其他诸国。若秦灭韩，韩国灭，他国危，赵国必纠集齐楚魏燕，群起而攻秦。届时，有赵国铁骑冲阵在前，齐国财货补给在后，魏燕以铜铁刀兵人力相助，4国挥师扣关，再破函谷，直扑罪城，一无不可。再破函谷，本将亦可将之诛杀于秦之地。彼时若楚军破武关，从商於直扑咸阳背后，秦国腹背受敌，如何应对？公子休要大话唬人，武关之险岂是楚蛮说破便破的？将军身经百战，当知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这世上从无坚不可破之城关，亦无永胜不败之将士。那依公子所言，我大秦当先弱赵，再灭赵。不错，剿灭李牧及其边军，则赵国可灭；赵灭，韩魏自然会臣服于大秦。3晋大灭，中原大地尽归秦国所有，齐燕与楚交通断矣。秦军进行驰骋，北吞齐燕，南灭楚国，天下尽得。大王，末将以为，以我大秦之兵力，3晋之内可一并荡灭。今日就议到此，择日再议吧。恭送大王。
公子，我在函谷说过的话，公子为何全都抛在脑后？难道我该眼睁睁地看着秦军攻灭韩国吗？天下归心，或早或晚，无人可以阻挡。公子到咸阳已有月余，大王与六国之君孰高孰低，公子该分辨清楚。大王爱惜公子之才，礼敬公子，乃公子之幸，所以公子切不可再莽撞行事。丞相，上卿，废弃四国合纵之事，还请赵国履约呀。太后已洞悉其中利弊，绝不失约。那就请丞相言告赵王太后，秦国也不会与赵国为敌。一言九鼎。一言九鼎。春平君，孤与春平君有事相商。请。春平君，请给公子非捎个口信儿。公子非，劳烦你告诉他。若再不收敛，总有一日，他会反受其害。告辞。姚大人，腾兄，城外见。在下受韩相之命，前来询问四国为议的进展。上卿等候多时了吧？大王所言之事，腾兄考虑的如何啊？腾愿追随秦王，成就匡扶天下的大业。才，有腾兄相助，秦国大幸也。请受老夫一拜。大王，关东六国逐盐铁之力，废农耕之本，致使田园荒芜，民生困苦。今天下庶民向秦之心日甚，臣认为，灭国之战时机已到。此前数次商议灭国之事，所患者无非是六国合纵罢了。大王，我大秦守灭一国之后，必招来其他五国倾力合纵。故我当考虑的是先灭哪国，合纵之力最弱。如果是先灭赵国，其他五国即使合纵也不足为惧。先灭若韩，合纵抗秦之心未弱，反而会更强。斯不敢苟同上将军之意。韩灭，则魏胆寒，必不敢再与我大秦作对。燕齐距秦甚远，
此二国抗秦之心能有多坚？故灭韩之后，有心有力抗秦者，唯剩赵、楚两国，而以我大秦今日之强，又有何惧？目下四国合纵已被上卿大人所破，臣认为，当即刻发兵灭韩，打开东出灭国之通道，更是除却心腹之患。韩国，弹丸之地，大王只需给臣10万兵马，臣誓灭韩。若是起兵灭韩，韩举国哀鸣，诸侯必哀之，定会倾力合纵，拼死抗秦。唯有先灭强赵，6国合纵无首，气力大伤，一统之路方可顺畅。此所谓先难后易。上将军，当灭强赵固然好，然我大秦攻赵数十，令其屡遭重创，却败而不倒，其血肉衰颓，筋骨尚健，故私认为，灭赵未到其时，应循序渐进，先弱后强。既然如此难以抉择，蒙毅啊，臣在。昭告6国，就说寡人愤恨6国屡次合纵抗秦，若此后再有敢言合纵者，寡人不再警告，必挥师灭其国。诺。上将军，臣在。预备灭国大战，征兵纳粮，响动造得越大越好。诺。如此声势大张，6国必会心惊肉跳，大王只需静观其变。待6国心思尽显，我大秦再因时而动。命上卿姚贾注结新政，密切关注6国动向。诺。看来这回大王是下决心要灭6国了。可不是，国府各大仓廪都满满当当的，若不是为了灭国大战，为何还要纳粮？纳粮好啊，反正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干脆把多余的粮食全拿出来给官府得了，还能谋个爵位。对对，我听说不少新亲人也都到官府报名入伍呢。他们呀，往常给6国打仗，到头来啥也没有。现在入了我大秦，一听说当兵能给家里减免赋税，现在啊都好好的往前冲，生怕把自己落下。秦王外召6国，动以虚贺，内征兵粮，大张旗鼓，可见秦王灭国之心已起。而兵戈所向未定，故此举已在试探关东6国反应。目下，大王于外应谨言慎行，暗中则该加强戒备，尤其是南阳之地，对我韩国至关重要。秦王若先灭韩，必先觊觎南阳，大王定要委派能臣把守。臣出咸阳，亦会倾尽所能，相助大王保我韩国。臣非叩首。来人。公子，快马送递新政，亲手交与大王。我。自大王诏命以来，这些韩臣连连求见大人，寻求庇护。看来，这些韩人已经吓破了胆。他国亦如此。将那些作战报来的书信整理好，连夜送回咸阳。诺。大人，宁腾前来求见。请。
诺。堂兄，大人，韩王闻知秦王欲掀起灭国大战，诏命韩国整军备战。意料之中。其中有一道诏命，大人或有兴趣。韩王欲选任新的南阳甲首，巩固南阳防御。堂兄定要借此机会谋取甲首之位。堂兄若得南阳，那大秦灭韩，只在转瞬之间。故灭韩之首功，非堂兄莫属啊！大人教我如何谋得其位啊？堂兄，韩王任用，皆出自韩相张让，说服他此事